在陝西出土石棺上赫然雕刻着4個大字“開棺者死”，這讓當時看到棺椁的眾人嚇得連連後退，不敢靠近。因為所有考古專家都清楚地知道，古人在古墓的防盜措施上有着嚴格的機關和古训，當然這也是古人對盜墓者的詛咒。那麼這樣的詛咒是真是假，大家不得而知。那麼墓主人是何方神聖，為何要在棺椁上注明開棺者死的詛咒呢？為了一探究竟，專家組做好一切準備，甚至連專業的救生設備都使用上了，就為打開棺椁一探究竟。但是当專家組打開棺椁後，意外發現了一件稀世珍寶。當棺椁打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具小孩的屍骸，而後就是一串閃閃發光的項鏈。要知道，這串項鏈可是我國考古史上最豪華的項鏈。還有就是來自1000多年前的玻璃瓶。玻璃瓶在現在真是不起眼，但在1000年前，玻璃瓶可不是誰都可以擁有的。這也證明了我國先人的智慧。而後在棺椁中清理出上百件珍宝，金银首飾更是數不勝數。那麼這位小主人到底是何許人呢？點個關注，點個讚。我們接着往下看，古代人為了保持自己在去世之後面对自己可能存在的丰厚隨葬品在未来不被盜墓賊所袭擾，會採取一系列的舉措來保護自己的墓葬。而這裡面最常見的就是各種比如流沙、落石等組成的機關。而在陝西的西安西邊梁家莊的一座9歲小女孩的墓葬裡面，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後世所盜掘，墓主人採取了一種比較特殊的辦法來保護自己的墓葬。要說起這種方法，其實也是比較簡單，那就是這個小女孩在自己石頭制作而成的棺椁外面刻下了4個讓人毛骨悚然的4個大字，這4個大字就是“開者即死”。在1957年，這座比較奇特的墓葬在一次考古活動裡面被挖掘出來。面對棺椁上面的字眼，考古隊還是冒險打開了棺椁，揭開了一段塵封的往事。當年的梁家莊一片普普通通的莊稼地之上，幾個工人正在修建一片新的倉庫。在動工的過程之中，一鋤頭下去，只見砸裂了一塊青石板。隨後在現場的觀察中，一座古墓的輪廓出現在眾人的眼前。面對這種情況，工地立馬上報給了西安當地的文物管理部門。於是很快相關的考古人員立馬來到了現場。在初步的探查之後，考古队发現這座墓葬是座長方形的墓葬，並且有近乎3米深。在墓葬的南邊有一條近乎6米的墓道，而這種葬制以及規模，明眼人都知道，這不可能是普通人可以擁有的。而在長方形的墓室裡面，有着一座類似宮殿外形的石質棺材，雖然整體的規模不大，但是這座石棺制作精美，是模仿宮殿而打造的。在棺材管子上面，當時宮殿建築有的螭吻、斗拱一應俱全。目前這座棺椁已經被妥善安置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館，石棺的雕刻也異常精美，門窗門釘也是按照宮殿的樣式而雕刻的，並且還在門兩邊雕刻仕女和蓮花紋加以裝飾。單從這具棺材的精美程度就能看得出，墓主人生前地位顯赫。但是在剛剛出土的時候，进入墓室的考古队還是感到十分疑惑。雖然這座棺材制作雕刻都十分精巧，但是整體顯得偏小，墓主人不太像是成年人。於是一直到考古隊找到了墓志銘之後，才發現究竟是什麼原因。在墓志銘上面寫着女郎惠敬訓，字小孩，隴西成紀人。專家仔細後查閱了這一方只有370字的墓志銘，確認這個高規格的墓葬的主人是一名叫李敬訓的9歲女童，也就是其時任左光祿大夫齊州刺史李敏的4女兒。而她另外的身份就是杨坚的重孫女，楊麗華的外孫女。雖然北周的皇室權力最後淪落到了楊堅手上，並且取而代之，宇文家也幾乎被殺得乾乾淨淨，但是楊麗華的女兒，也就是楊坚親外孫女宇文娥英卻逃過一劫，並且作為關隴大族和兩朝皇族的身份，楊麗華選擇了同為關隴貴族的李敏結親。
婚後，兩夫妻還是十分和諧的。很快，四女兒李敬訓誕生了。楊麗華作為長輩，對於這個小外孫女十分喜愛，經常自己帶在身邊。但是大業4年，這位吉萬千崇安在一身染上了惡疾，不久就死在了和楊廣一塊外出巡遊的路上。在李敬訓去世後，楊麗華十分悲痛，動用了極大的規模來安葬自己的外孫女。除了這座異常精美的石頭棺椁之外，還配置了大量的奇珍異寶。此外，為了防止自己心愛的外孫女在地下被人盜擾，楊麗華特意在自己外孫女的棺材上面刻上了開着急死的字體。在這一次的考古工作之中，考古隊雖然之前在相關的資料裡面看見過類似的記載，但是沒想到真的碰到了。請示上級之後，相關的開棺行動還是開始了。在打開了棺材蓋子之後，首先看見的是一具帶着蝴蝶摆花冠的小女孩遺骨。此外，在這具遺骸的旁邊，各色各樣的珍寶可謂是琳琅滿目。最讓人感到嘖嘖稱奇的是，在小女孩遺骸的脖子上有一條鑲嵌着珍珠和各種寶石的金項鏈，而在各式各樣比如青金石等的映襯之下，哪怕在地面之下埋藏了幾千年，這條項鏈依舊在出土之後依舊寶氣逼人，色澤如新，並且在棺材裡面各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金器應有盡有，足以看得出楊麗華是多麼喜愛這位外孫女。此外，在現場的進一步調查之中，考古隊發現這座墓葬在歷史上，也就是從隋朝到現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面，從沒有遭到過盜墓賊的盜擾。可能在石頭棺材上面刻制的那一句開棺即死的警告的確產生了作用。雖然從個人的壽命而言，吉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李敬訓在幼年就匆匆的去世，但是自己的外祖母把自己的寵愛都傾注在了李敬訓的身上。這種寵愛哪怕在自己去世之後，依舊可以在葬制上面體現得淋漓盡致。不過從另外的角度來說，李敬訓的去世可能也是比較幸運的。在他去世後的第2年，楊麗華也離開了人世。很快在幾年之後，隋朝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龐大的隋朝在2世後就分崩離析，但是在弟弟的李敬訓也避開了這一時局的動盪。